拉督公呢，就是这个嘎吉布给开埠以来第一个神庙来的很多人祈愿都得到很好的，保他们的财也保他们的运，很多来到这个拉督公求万字，也很多人住。拿督公的原址位于神庙后方的山洞，我们都称它为老拿督公。每逢年初2，这里的村民都会来这里做开年的祭拜，以答谢拿督公公对这个村子的守護。走吧，我們就進去看看。而家拿督公幾多年歷史？過百年咯。過百年。有一本地嘅出名嘅拿督公啦，前面呢要河開咪要山啦，喺後嘅觀光嘅地方嚟嘅。啲咩呢都要2年8，即係歷史年噶啦。要一啲100年嘅樹啊！100年要啲盲兜啦，不過要超過80年啦，後到咯。80年OK， 我哋去看下咯。等下你看啦。阿叔嘅榴蓮多啊？榴蓮都多，賣唔到去啊。賣唔到去啊，紅錢好啊。这棵大概30米高的老树，原主说是他的太公在开辟这个榴莲园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实际的年龄已经无法追溯，但肯定是超过100年的原生品种。你那看到兩棵中間有兩棵太婆嘛，係啊，兩棵太婆啊，太婆一棵啊，劉仔門那一棵啊，來中間呢來靜靜劉仔門那一棵。大叔在跟我介紹本地的名產角魚。在 Kaki Bukit 这里有名的榴莲，除了角鱼，还有另一种土生榴莲，叫做 Golomoy。它们都是一样有白色的果肉，味道略苦，质感绵密。由于这里的榴莲并没有下农药，所以你看这2粒榴莲才会有这么多蚂蚁。他日若你有机会来到这里旅行，你可以尝一尝哦。从树上自然成熟后掉下来的榴莲呢，它的蒂会有那个纤维被拉扯的痕迹。假如是催熟的榴莲，就是会像那种被刀割断的痕迹。本来我以为榴莲园会有很多蚊子，但在这里2个小时都没有被蚊子叮咬。真的感谢园主用心的打理这个榴莲园。本来打算要跟园主买榴莲的，结果他送了我们几粒榴莲，非常的感谢他。在进入叔公的榴莲园之前，会经过他的材寮。这是以前的厨房，我们叫灶头就是煮饭的地方。可是现在它是改成做豆腐豆浆跟豆腐，因为我叔公是卖豆浆跟豆腐的。你看到这个牌子，你大概就懂是切豆腐用的。它的豆腐都是用那个山水做的，所以特别的香甜。这个榴莲园之前是种橡胶树的，大概20多年前把一般的园地改种榴莲。因为不是年代久远的榴莲园，所以种了比较多有名气的榴莲品种，有猫山王、红霞、第101、第24这些主流的品种。由于园地后面就是深山，所以必须长时间的播放强劲的音乐来祝贺野兽的拜访。这里除了猴子跟野猪之外，曾经还有黑豹和大象拜访过，挺可怕的。你看到这边有一个洞吗？这个就是有虫刺过的。以前我爸爸就是讲这种才是好料的榴莲，既没有农药然后那个虫也吃过，证明这个榴莲是1级棒的。榴莲你们看得多，榴莲虫你有看过吗？这个就是榴莲虫只要给它吃过的榴莲就是好料，一流的榴莲才有榴莲虫的。
第兩隻係紅蝦，啊，呢兩隻紅蝦，呢隻茂省黃啊。哦，啲顏色唔同啊。呢隻黃，orange。啊。啊。哇，幾靚呢個顏色，黃。這裡啊，係要飲先咯。見啦，香港仔啊，聽晚食飯先啦。有嗎？有。靚條啊！你走啲來就靚嘅。現在這個是紅蝦。你走啲來啊，啱咪海紅蝦。呢啲感色啊 ，orange color。個色陣啲睇講睇。這樣才不會刺手哦，先用個刀打它的刺啊，才不會刺手。然後這個砍掉，然後啊，你看到這個線哦，對面的線啊，就是打開這個，還有這個，這樣你才容易開嘛。只要你開這個，你就很難開啊。先用小刀把它切開，沿着線啊，然後用這個大把的刀，沿着這個頭這邊撬開了。然後把手指放在這個縫隙間，用力的拉。這個就是我們這裡出名的榴蓮，叫做餃魚，白肉的，非常的苦，然後它的口感呢是非常的綿密，你吃下去它會黏着你的喉嚨，那股味道是久久都散不去的。第101榴蓮，這個就是紅蝦，這個比茂山王味道更苦一點。好了，不說了，我們開動了，下期我就跟你們介紹這裡出名的大包吧，拜拜。